荣达127朵。啊，玲珑也是127朵。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两位老板的票数竟然是旗鼓相当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么我现在宣布他们……等一等。 我还没有投票。哎呦！我记得你说过，仇恨不一定终结在仇恨，即便是最肮脏的淤泥，也可以开出最圣洁的花朵。那一刻，我真的忘记了不愉快，但你也告诉过我，你忘不了你的杀父仇人。我想。 我也忘不了。吴彩虹小姐投给了荣达。这次的比赛真是一波三折呀！ 谁也没有想到，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不过，周少天的布匹真的是当之无愧，所以获胜者是周少天。1日后将举行第2回合斗私比赛，届时将由到场的嘉宾来为我们评定出胜负。唉，小曼，你这次弄的斗私大会有点意思啊。 哎，张先生，先请吧。好，鲁督君请。哥，我不服气，真要染的话，周少天那副破布算什么呀？你在干嘛？你们先下去吧。 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染不了。染不了？为什么？我那块布被人涂了明矾，根本染不了色。那你为什么不中断比赛啊？这根本就是在耍无赖。怎么中断？我那块布是我自己验过的。彩虹啊，你这一票投得好，投给少天准没错。少天，今天啊，你可得好好谢谢彩虹啊！站住！ 怎么了？输了不服气啊？和你们这些卑鄙小人斗私，根本就是对玲珑的耻辱。有能耐就光明正大的比，在布上动手脚，算什么正人君子啊？你……哦，对了，你们根本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都是些贼吧？哎，你说谁是贼？你做过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菲菲，走。 什么嘛？说什么呢你？真是。好了，姨娘，彩云，你先陪姨娘回去吧，我这边还有事。嗯，好，娘啊，那你小心点。嗯啊，娘，哎，收钱去啊，收钱走。哎呀，我想看一下刚刚染的2块布。怎么回事？难道你真的动了手脚？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迎新会场咱们俩就在一起，我根本就没有动手脚的机会。你误会我。
很多事情根本不用自己动手。这场斗私的目的，就是要江玉交出秘方。后续用什么手段，根本不重要。少天啊，你真是越来越能干了，斗私赢得真是太漂亮了。我们家老爷真的是没有看错你。彩虹她就在里面，我给你叫啊。彩虹，彩虹，哎，你干嘛呀？人家专门来看你，人家来了你要走，多没礼貌啊！你们俩好好聊聊，留下来吃饭啊！我去厨房看看。我知道你在为斗私的事情生气，请你相信我，不是我做的。不是你做的，难道是陆小姐？是陆小姐做的。她怕我赢不了江宇，荣达退出湖州制染界。又是因为我，是我把陆小姐逼到这步田地的。谁会愿意为了一场斗私，退出湖州制染界？她跟我无亲无故，她帮我，都是因为你。我是不是给你添了很多麻烦？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欠她这么大一个人情。你别这么说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根本赢不了江宇。我已经和陆小姐说过，下一局我一定要光明正大和江宇对决。江宇已经输掉了第一局，如果他输掉第二局，他就会退出湖州制染界。所以他很有可能会使用秘方，只要他使用秘方，我们就有证据。我会去通知陈所长，不会再让他跑掉。所以举办斗私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江瑜承认他杀害了吴老板，抓住他拿走秘方的证据。坐。你们为什么不早和我说这件事情？怕走漏风声。江瑜一旦知道消息，就不会来参加斗私比赛了。毕竟人命关天，拿出秘方就等于承认自己杀了人。少天哥说的没错，陈所长，你一定要帮我。这个案子已经查了很久了，我也很想知道真相。那天我会在现场，如果江瑜他用秘方的话，就代表他有杀人嫌疑，我就会逮捕他。今天下午就有好几个工人辞工，其中一个还是手艺娴熟的老师傅。他们现在都去了荣达。哥，我们这才是输了第一局而已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都是哥不好，说好了，不希望让你掺和到这些事情当中。到最后，还是要你跟我一起承担。哥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有事当然要一起承担了。我眼睁睁看着你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，吃了那么大的苦头，才好不容易回到湖州，重新夺回玲珑。我绝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你失去这一切。菲菲，你放心吧，我们肯定不会输。只要我使出江家的织染秘方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不会输的。秘方？爹，
请您不要怪我。少天哥，少天哥，少天哥，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我不希望你为了我输掉。你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拜师学艺，10年练得一身好技艺。这场斗私，湖州织染界的老前辈和同行都在看着你呢。你有你的骄傲。如果你不拼尽全力，江瑜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真的是在和他斗私啊？反正我不希望你为了我故意的输掉比赛。谢谢。现在有请2位参赛者上台。这匹布是唐朝时期流传下来的鱼纹蜡鞋，需要使用蜂蜡作为防染剂，然后加热除蜡，在丝帛上描绘出图案之后，才能继续印染。这对丝织品质量的好坏以及印染者的手艺都有着很高的要求。而且，这块丝绸是唐朝时候有名的织物，就算是手艺再高超的印染者，也很难再现它的韵味。下面，我正式宣布，比赛开始。
这一回合，周少天这小子还挺用心的嘛。江鱼也不赖呀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挺欣赏他的。这周少天可是你的人呐。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公平公正吗？时间到，二位，请展示你们的作品吧。真漂亮，简直一模一样。这一局啊，荣达赢定了。荣达这个表现还真不错。哎，时间到了，怎么还没挂起来呀？是不是染坏了啊？是啊，挂起来了。就是啊，玲珑要是不行的话，就早点认输吧。什么急啊？娘，别说了，快过来吧。哎，你看看，我觉得这也不错。我看姜老板染的布啊，超过了原来的那块布。我怎么没看出来？江鱼怎么了？布染的再好，偏偏就是画蛇添足，多余就是多余。我们荣达的少天啊，赢定了。对啊，不能那么说话。对啊，分上下。太过分了，就是啊。经过4位嘉宾们激烈的辩论，给出的意见是：玲珑织染厂江鱼胜。怎么，还在为输给江鱼懊恼吗？
我今天算是看出来了，这个江鱼啊，就是为了故意试探我们，才在最后画蛇添足的。不过也还好，今天呢，除了那个老师傅，其他几位也都是我所熟悉的。在比赛之前，我就和他们打好招呼，说了要让他们这一局一定要让江鱼赢。可是今天看来，你这手艺也没有比江鱼强很多。陆小姐，你打的什么算盘？我很清楚。如果你还想达到你的目的，现在就让我安静一会儿。好，好，好，是我多嘴了。男人嘛，都要面子。不过也别怪我多说你一句。今天你输的不过是场比赛，3天之后还有机会扳回来。可要是今天你输的是个女人，输的是荣达，那恐怕就不只是丢了面子这么简单了吧？面子的事丢不了。你放心吧，就是为了彩虹，我也一定会逼江鱼在第3个回合使出秘方的。好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，3天之后请务必尽力，让江鱼把秘方交出来。就不能为了我吗？刚刚你跟陆小姐的话我都听到了，终止比赛吧。如果江鱼真的没有秘方，荣达到时候输了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彩虹，你对我就这么没有信心吗？你害怕我会输给江鱼吗？不是的，那就不要再劝我放弃。我现在不仅仅是为了你，我也想继续比赛下去。好了，先回去休息一下，我还要为后面的比赛好好准备。我知道你不想在这儿看到我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我爹是不是你害的？你不是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我赶出湖州织染界了吗？只要你告诉我爹他不是你害的，我就去和知识说终止比赛。这样，你和少天阁就都不会退出湖州织染界了。那么替他担心呢？他才刚输了1局而已，就想劝我退出比赛？你把斗司当什么？是让你开心、让你好玩的游戏吗？你想让我参加，我就要参加；想要我退出，我就要退出。吴大小姐，你别太高估你自己，还想指望一场斗司比赛就能把我逼出织染界吗？你做梦！好啊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我看你第3局怎么赢。如果你们输了，我要的可不只是荣达退出这么简单。惹出这么多事，输了就想逃，没那么容易。
这个就是我们将士的致染秘方。那有了这个秘方，我们玲珑就肯定能赢了，是吗？没错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致染秘方，我们玲珑就肯定不会输了，也就不用退出湖州致染界了。也知道这样做不对，你也不希望再看到武宏达的女儿进入江府，不想再看到哥那么痛苦。女儿是为了自己，但也是为了哥，为了娘，为了咱们江家的安宁。别看了，这是我亲笔抄录的。比赛那天，江瑜一定会使用秘方吗？那当然了，我哥是不可能让你们打败玲珑的。别忘了，你答应我的。只要在第3局，江瑜使用秘方，他就永远见不到彩虹。好。不愧是致染世家的秘方，我从没看到过这么考究的工序。江瑜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翻身！秘方到手了吧？陆小姐这么晚怎么来了？果然还是周经理厉害，恭喜恭喜！既然现在秘方已经到手了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我已经叮嘱了方菲菲，让江瑜在第3回合必须使用秘方。我在第1回合那么帮你，你还不乐意，现在自己却使出这招来。看来，你想明白了。我和你可不一样，我是为了彩虹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，你是为了彩虹嘛。你逼江瑜使出秘方，是为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帮彩虹找到杀父仇人嘛。那既然秘方已经到手了，那就给我。比赛结束以后。为什么？我已经通知了陈所长，只要江瑜在比赛中使用秘方，警察就会逮捕他，而这个秘方则是重要的物证。哥，
咱们比赛的时候，你记得一定要使用秘方啊！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肯定能赢。你不是已经提醒过我了吗？不用那么紧张，嗯？因为我很担心啊，我怕万一我们输了，就必须要离开湖州，所有的心血都会付之东流。总之你放心吧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们一定不会输的。走吧。嗯。你说江鱼，他会用秘方吗？你希望他使用秘方，还是希望他不使用秘方？如果江鱼使用秘方，我们就有了杀人的证据。即使他赢得了比赛，但是他会进监狱。如果他不使用秘方，我一定会赢的。出发吧。哥，让我看一眼到底什么样子的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当然要到最后才能看。哎呀，哥，我是你妹妹，又不是外人，你就让我看一眼嘛。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陆小姐，您来了，怎么不见卢督军呢？督军今日有事，来不了了。是啊，公事要紧，公事要紧。陆小姐，楼上坐。支持。好，买了吗？买了，200玲珑。好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这一次，我要全部赢回来。各位。第3回合的比赛即将开始，下面有请我们本场唯一的裁判，总统府钦派的张先生，大家掌声欢迎。这比赛是越来越激烈，裁判怎么就变一个人了？你懂什么啊你？乱说！你闭嘴！张先生是总统亲自派来的采买人。这搁在以前，那就是钦差大臣。哎，这可是钦差大臣亲自做裁判呢，还得了？那个分量真是。哦，各位，斗私的第1回合和第2回合，江老板和周老板打了个平局，所以今天的第3回合就变得最为关键。谁要是赢了，谁就理所应当的获得曹大总统的织染品订单，还有。获胜方还将获得这块大总统亲赐的牌匾。娘，这可是块金字招牌，谁要是赢得这块匾啊，就不愁将来没有生意做了。嚯，那当然了。不过，咱们也还是要丑话说在前头，谁若是输了呢，也得愿赌服输。按照之前约好的规定，
老老实实的要退出湖州织染界，从此不再沾织染生意，再也不能出现在湖州城内。下面有请周老板展示作品。小红，别担心。周少天这小子确实有过人之处。娘，你这块丝绸实在是太美了。那当然了，我的眼光没错的，我就知道少天准能赢。你看，我都押了中注了。娘，你又赌钱了？的确染得好，难怪吴宏达当年那么看重。哥，咱们有没有把握赢他？有请玲珑的姜老板。难道这就是用秘方染出的丝绸？就是这块布，额娘，我终于找到了，就是这块布。我们有请张先生为我们评出最美的布匹，大家掌声欢迎。湖州丝绸甲天下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果然是好丝绸啊！各位，斗丝比赛的结果已经非常明显了。周老板的这块丝绸果然是名不虚传呐，而玲珑的百年老字号更是举世无双。现在，我就行使曹大总统赋予我的特权。钦定玲珑制染厂作为总统上任庆典的丝绸特供厂。好。
回事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江瑜跟吴宏达的死有关。根据吴夫人的证供，吴宏达出事那天，他随身携带了一份织染秘方，但是出事之后，秘方就失踪了。所以今天斗私的原因，就是为了逼江瑜把秘方交出来。他刚拿出的那块布，经确认，就是按秘方染的。江瑜，这个秘方是你妹妹亲手交给我的，现在人证、物证俱全，你逃不掉。周少天，你个骗子，血口喷人，卑鄙小人！哥不是这样的，你是被冤枉的。哥，你听我解释。马上带走！真的不是这样的，哥，你们不能带走我哥！哎呀，放开我！不是这样的，你们放开他！哥，真的不是这样的，哥，你们放开我哥！别拦我！你们放开我哥！哥，你听我解释。今天呀，实在是太好了。这次啊，多亏少天、彩虹你们两个人想出这个斗私的好办法，逼得江家这小子把秘方给交出来，相当于把凶手也给逼出来了。我估计啊，警察很快就可以把他给定罪了。真的多谢老爷保佑，他终于可以安息了。哎呀，还有啊，老爷啊，实在是有眼光。他生前啊就选定了少天你这个女婿，你不但一表人才，做生意做得好，人也好，对我们彩虹更是没话说。伯母，你跟彩云、彩虹就踏踏实实在这里住，我会把彩虹照顾好的。我和彩虹的事情，放心，还请您做主。放心，我一定。哎，彩虹，你听见了吗？彩虹，喂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什么？我在说你跟少天你们两个人的事。姐姐，恭喜啦！以后再说吧。哎，彩虹，哎呀，你看这女孩子嘛，脸皮薄，你呢，找个好机会，花前月下，跟她好好的说说啊。谢谢伯母。哎，有你的事儿吗？走走走走，回房间去。走。好，这丫头。少天哥，有件事，我很久以前就想跟你说了。你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但是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，所以……彩虹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？为什么呀？小的时候，我听过一个传说，说这个飞鹰塔是有魔力的。一旦你遇上什么不好的事情、不开心的事情，只要你围着这个塔走上一圈，所有不好的事情就都不见了。你相信这个啊？我相信。小时候啊，只要遇到不好的事情，我就来这里绕塔，久而久之就成了我的一个习惯。
那你绕着塔走上一圈之后，事情真的会变好吗？从小到大，我的确经历过很多不好的事情，不过我不都把它克服了吗？你瞧，我这不好端端的站在你面前，你说这塔灵不灵啊？来，把手给我，我们绕塔转上一圈。我相信这个塔能让你的心情宁静下来，试试看。你说绕着这个塔走，一切会回到原处，那我的心也会回到原来吗？当然了，有我在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陪着你，一切都可以回到原来，你的心也可以回到原来。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什么事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你变成这个样子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救你出去的。我又没杀人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我知道你没有杀人，你是被周少天他们冤枉的。都怪我，听信了周少天的鬼话，偷了秘方，才害你入狱的。对不起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被人利用的，我没有放在心上。啊，江先生，方小姐已经把你的情况大致跟我说了。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你的案情，虽然那张秘方在你的手里，但警察并不能完全证明谁有秘方，谁就一定是凶手。只是因为您手里有那张秘方，所以他们才会把你定为嫌疑人。江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会尽快帮您办理保释手续，您暂时先不用去想。我看这样吧，这件事情你们先不用插手。为什么？好好听我的。还有，这2天玲珑我是回不去了，你帮我看好工厂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啊，吴小姐。我想去里面看一下江鱼，劳烦2位让我进去吧。吴小姐家和我们陈所长是世交，当然要行个方便。开门。有劳了。吴小姐，请。在斗私大会上面，你用了阴然秘方，这是事实。可是我还是不相信，你就是杀害我爹的凶手。江宇，我要听你亲口告诉我。都已经有那么多证据证明了，你怎么还不相信是我杀的？我记得你说过，用恶人的方法报复恶人，自己也会变成和他一样的人。你还说过，即使在最肮脏的淤泥里面，也会开出最纯洁的花来。为了复仇，
把自己变成一个杀人凶手，让自己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，让自己的亲人也痛苦，这是最愚蠢的报仇方法。所以你一定不会这么做。你终于开窍了。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？我爹到底是不是你害的？不是，我没有杀你爹。虽然我很恨他，但是我绝对没有杀他。还有什么事吗？如果没什么事，就赶紧回去吧。我想问你，我姨娘说，她记得我爹出事的时候，出门之前把秘方带在身上的，可是出事之后，那张秘方就消失了。你怎么解释？现在秘方在你的手上。我手上那份秘方，并不是你爹的那份秘方。虽然2张秘方的确是同一张秘方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少天哥，江玉他不是杀我爹的凶手，他没有杀我爹。彩虹，你先别急，慢慢说。我证明给你看。你在干什么？他要干什么？怎么了？是不是飞了？是啊，吴小姐在干嘛呢？彩虹，你到底要做什么呀？我只是想证明给你看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是要做什么啊？好了，这褪色了。是啊，从来不褪色的。就是啊。江瑜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下这个秘方的，到底怎么会这样啊？但是缺少最后一道工序。江家祖传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将染色固定。它之所以会遇水褪色，
就是因为江瑜他不知道最后一道工序，这个完整的秘方是在我爹身上的，所以说江瑜他没有拿到这个秘方，他也不会杀我爹。方菲菲给我的秘方，居然是江瑜自己写的。是。小姐，江瑜说，小姐，这个秘方他从小就会背。怎么了？看守江瑜的狱卒送来口只不过信，最后一道工序记载在祖传的秘方上。江瑜没有秘方，要到18岁才会传给。斗斯大会上使的秘方，还差最后一道工序。江瑜真的没有秘方？江瑜手上根本就没有秘方，真的秘方到底在哪里？少天哥，小姐，我们去找陈所长，这个秘方是假的，告诉他江瑜是无辜的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彩虹，警察会把一切查清楚。江瑜如果真的是无辜的，他一定会被无罪释放。我们不用他们查，既然我们知道了真相，就要跟他们说明白，让他们先放了人。可现在的情况很复杂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清楚。我没时间了，我要去救他。彩虹，周少天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哎，等一下啊！我要找你们陈所长。陈所长他出去了，今天应该不会回来了。可是我找他有很急的事情。你有天大的事啊，也等明天再说吧。江瑜是被冤枉的，能不能先把他放了？这江瑜冤不冤枉，我们自己会调查。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跑到警察所里来定案的话，那要我们警察还干什么呀？可是我说的是真的，他没有杀我爹，你就把他放了吧。闹什么闹？这里是警察所，赶紧回去。如果他没有罪的话，一定会把他放了的。他真的是被冤枉的。哎呀，走吧走吧，走。给你浇点水，帮你提提神，让你好好想想秘方到底在哪里。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江家是什么人？如果你有种，就把我打死。今天晚上的事儿，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们俩知。你死了，我们明天就向上面报告说你是畏罪自杀。你还是考虑你自己吧，就不用为我们俩担心了。江先生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们呢也不想要你的命，只想要秘方。我再问你一遍，秘方到底在哪儿？既然你们花那么大力气问我秘方在哪儿，那你们肯定都知道我们江家和吴家的恩怨吧？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一件事：吴宏达死的那天，除了我，见过他的人还有周少天和老蔡。所以秘方如果不在我的身上，也有可能在周少天或者是老蔡的身上。他的话你听到了？你不会是在骑马找马吧？如果我真的有秘方，我干嘛还要拿着秘方给江瑜定杀人罪？要这样的话，我周少天不就是一个傻子吗？咱们认识也不是1、2天了，如果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，我看咱们还是一拍两散吧。哎，人家就说说而已嘛。好，接着看戏。江先生，如果你再不说实话，你可就真没命。秘方真的不在我身上，你们打死我也没有用啊！爹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江瑜不是杀您的凶手，这个也算是个好消息，对吧？否则，我们两家的恩怨何时才能了结啊？我决定明天去找陈所长，尽快的把江瑜放出来。
我们吴家已经欠江家很多了，不能再让江鱼蒙冤。不过爹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找出杀害你的人。您在天之灵，要多帮我。陆小姐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动手！等等，时候不早了，差不多该收手了。江鱼被打成这个样子，如果他真的有秘方，早就该说了。再这么打下去，真的会出人命的。你要的是秘方，不是要杀人。陆小姐，不能真打死。江鱼在湖州城也是叫得出声响的人物，而且和李厅长关系交好，万一要惨死在监狱里，我们没有办法交代的。监狱里面出了人命，咱们确实不好收场。这湖州城已经走了一个吴宏达，江鱼再不明不白的死去，恐怕整个湖州织染界都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江鱼被打成这样子，都不开口，难道秘方真的不在他手上？之前我将信江鱼，现在我信了9成。难道江鱼真的不是杀害吴宏达的凶手？可以肯定的是，吴宏达出事那天，秘方确实是在他身上。中午12点，他从楼上摔下来的时候，秘方一定是在他身上。可秘方怎么就不见了？难道不是江鱼干的？吴宏达死的那天，只见过3个人：江鱼、老蔡，还有你。我真的没有拿秘方。那排除其他选项，只有一个可能：秘方在老蔡手上。我现在问你要老蔡，我怎么知道老蔡在哪里？我说少天啊，你别再演戏了。当初玲珑的钱，就是你和老蔡一起合伙偷的吧？那笔钱可是我帮你洗白的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得了我吗？虽然你把老蔡藏得挺好的，警察所还有江鱼都找不着，不过我想要叫老蔡出来，只是你一句话而已吧。不行，老蔡不能露面。你不想老蔡露面，是怕你偷钱的事露馅吧？可是，如果你不把老蔡交出来，我可是会去告诉吴彩虹，你是荣达真正的老板，你开荣达的钱就是玲珑的。威胁我？从我们俩刚刚开始交易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，肯定会有这么一天的。所以劝你聪明一点。你也知道，我只在乎秘方，根本不在乎老蔡。只要你肯配合我，秘方归我，老蔡归你，我们各取所需。我能给你的时间有限。
进去。你自找的。啊。站住！你干什么？我是来看江鱼的，麻烦让我进去吧。你谁呀？江鱼是我们的要犯，犯的是杀人的罪，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。可是我昨天都进去了。昨天是昨天，昨天你能进去是因为不是我当班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个人可是公事公办的。江鱼他不是杀人凶手，他是被冤枉的。这里头10个人有9个人都说自己是被冤枉的，可事实呢，没一个是冤枉的。别跟我废话。警察大哥，行个方便吧，麻烦您让我进去一下。有钱早给我呀，费那么多话干嘛？开门。你醒醒！怎么伤成这样？我去向上级汇报。你快去啊！江鱼，你怎么被人打成这个样子？都怪我，昨天就应该把你从这儿救出去。明明知道你是被冤枉的，江鱼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。你还说没事？都被人打成这个样子，那些警察为什么要打你啊？不是他们，那是谁？是那些想要秘方的人。少天阁，你别动，江鱼，江鱼，你昨天跟我说的话，我都试验过了，你没有骗我，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从这儿救出去。我去找李厅长，你等我。江，快去办理吧。是。李厅长，李厅长，你救救江鱼。吴小姐，江鱼怎么了？江鱼昨天晚上被人动了私刑，现在浑身上下到处都是伤，求求你救救他吧。什么？我只是把江鱼关在了拘留室，可谁这么大胆子在我眼皮子底下动刑？江鱼是被冤枉的，他没有真的致染秘方，斗私大会上他也没有用。现在对他动刑的人，要逼他交出真的致染秘方。这怎么回事？是我管理上的失误，昨夜的看守已经失踪，但我一定会把他们抓回来的。行了，赶紧派人保护好江先生。今天所发生的事情，回去之后写封报告给我。是。你们俩守在这儿。是。李厅长，李厅长，李厅长，方小姐，我哥他怎么样了？方小姐，你先别着急啊，你哥的生命没有危险，医生正在给他上药。谢谢啊，吴彩虹，我们江家到底怎么对不起你们吴家了？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害我们？你就不怕报应吗？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